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袁。遇上白马王子，这是很多灰姑娘梦寐以求的爱情。今天这起案件的两个主人公，就真的把童话搬到了现实。不过相比较于童话，两个人的故事却多了一些情节，白马甚至变成了红马。案件内容发人深省，制作不易，希望大家看完后长按点赞键支持一下。事情还得从2000年的中国上海说起。作为中国的超一线城市，上海凭借得天独厚的政策扶持和地理优势，发展速度非常之快。走在商业区里，打扮得光鲜艳丽的上班族随处可见。看到眼前的繁荣，16岁的女孩傅薇薇就感觉自己来到了新世界。她心里不停感叹，大城市就是不一样，不像老家，连条路都是坑坑洼洼。可上一秒的兴奋，下一秒就变成了落差。因为刚从老家来到上海，傅薇薇人生地不熟，得赶紧找一份工作，因为手中的钱已经所剩无几。来到人才市场，傅薇薇扫视了许多招聘启事，可大多数工作都有学历要求，本科以及以上学历。而对于求职的大学生来说，这几个字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，可对于只有高中文凭的傅薇薇来说，这却是令人窒息的要求。因为没有足够的学历和一技之长，傅薇薇能选的工作岗位也就那么几种：服务员、流水线或者销售。前面两种工作强度不但很大，甚至可能被人呼来喝去。而反观销售类工作，不用日晒雨淋，也不用日夜颠倒。所以在走进街边的一家服装店后，傅薇薇成为了一名女销售。春来冬去，时间一晃就是9年。在这9年内，傅薇薇也尝试了其他种类的工作。她凭借丰富的销售经验和老练的识人本领，2009年，傅薇薇成为了国外时尚品牌 Nest 的销售员。可让傅薇薇没有想到的是，就是在这一站，她遇到了人生中的白马王子。而这一年， Nest 集团派遣高管迈克尔·辛普森到上海工作，负责运营和拓展远东市场。完成报道后，迈克尔的第一站就是集团旗下的实体店。因为那时电商还没有兴起，所以集团的主要销售渠道中，实体店就占了一大半。而就是在这次巡查时，他遇到了傅薇薇。傅薇薇出色的能力让他印象深刻。那在一来二去中，两人便逐渐熟络了起来，甚至很快就结了婚。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，因为傅薇薇外观条件非常普通，家庭条件也很一般。父亲在湖北老家修自行车，母亲则打零工，家中还有个哥哥，整个家庭的收入非常的微薄。这也是傅薇薇高中后就辍学的原因。而反观迈克尔，父亲是跨国企业的高管，一家人的学历和生活水平那都是碾压傅薇薇。而如此大的差距之下，两人为何还能走到一起呢？也许真的是因为爱情吧，而且是灰姑娘遇上白马王子的那种。女儿在上海找了个外国男友的消息传开后，傅薇薇老家的街坊邻居都炸开了锅，有人祝贺，也有人嘲笑。但不管外人的看法如何，傅薇薇的父母觉得自己的腰杆总算比以前直了很多。那毕竟我女儿如今在大城市工作，还嫁入了豪门，你们这些人对我横竖都得客气点。那听到女儿要和迈克尔领证的消息后，傅薇薇的父母别提有多高兴了。而你说我们这位杨女婿这么有钱，会不会送栋别墅给我们住？而在那天的晚餐上，两个老人一边吃着简单的饭菜，一边计划着以后的老年生活，还时不时发出高兴的笑声。那怀着期待的心情，傅薇薇的父母来到了上海。可让他们失望的是，这位杨女婿不但没有给他们买房子，甚至连入乡随俗的彩礼钱都没给。而举行结婚时住的房子还是公司暂时提供的，那这让他们觉得很没面子。婚礼举行没多久后，两个老人就骂骂咧咧地回到了老家。那这下真的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。结婚后，傅薇薇持续的销售工作，成为了全职的家庭主妇，还经常在 Facebook 分享动态。今天去逛街，明天去 SPA， 后天去露营，那小日子别提有多舒服了。
2011年2月13号，傅瑞瑞发了一条推文，上面写着 "Like the father, like the son"， 翻译过来就是这孩子长得像他爸。那文字下方呢，还附带了一张儿子杰克的照片。从照片来看，杰克露出了微微笑容，一只小手放在后面，另外一只小手插进裤兜，他长得非常的惹人疼，也非常的喜气。然而6年后的2017年，迈克尔的父亲伊万突然收到了消息，他被告知他的儿子迈克尔遇刺身亡。那看到这条消息，迈克尔的父亲觉得非常荒唐，这离愚人节还有11天呢。他因为工作繁忙，迈克尔父亲很快就忘记了这条消息，直到5个小时后，他另外一个儿子安德鲁打电话过来，证实了这个消息。伊万这才放下所有工作，马上买了从英国飞往中国上海的机票。让他无比震惊的是，杀害自己儿子的人居然是儿媳妇。所以问题来了，傅薇薇为何会突然杀害自己的丈夫呢？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让我们把时间往回倒。根据迈克尔父亲的说法，随着儿子和儿媳妇两人长时间的相处，他们的矛盾越积越多。对于儿媳妇傅薇薇来说，她玩心很重，喜欢以自我为中心。两人婚后第一次返回英国过圣诞时，儿媳妇一直低头玩手机，根本不和家里其他人沟通，这让儿子迈克尔觉得非常生气。他觉得妻子不够成熟，也不够礼貌。你说咱俩第一次回英国过节，那就算你不是社交宠儿，那你最基本也得表现得热情一点，而不是像个木头人呆呆坐在那里。大概是从这以后，傅瑞瑞和丈夫的关系便开始破裂。到了2013年，小女儿爱丽丝出生后，两个人的感情已经名存实亡。那因为不想和妻子吵架，迈克尔便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到了2个孩子身上，他彻底把妻子打入了冷宫。而这番冷暴力更加惹恼的傅瑞瑞，就如俗话说的，老娘要你这男人有何用？结婚6年后的2015年，迈克尔正式提出离婚，可傅瑞瑞坚决不同意，因为丈夫要和她争夺2个孩子的抚养权。在争执不下之际，迈克尔就带着2个孩子直接从家中搬了出来。在分居协议中，两人约定，丈夫暂时负责抚养2个孩子，妻子呢有定期的探视权。分居之后的迈克尔心情似乎开心了很多，经常带着2个孩子玩耍，并把照片分享在推特上。在与妻子分居期间，另外一个女人走进了迈克尔的心扉，她就是也在公司担任高管的林月秋。相比较于傅薇薇，林月秋可以算得上是个大家闺秀。此前在英国留学，熟悉中英文化，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商场。迈克尔告诉月秋，自己已经和傅薇薇结婚，但目前两人正处在分居状态，并且正在办理离婚手续。按照中国的法律，夫妇间只要因感情不合问题分居2年以上，那法院呢就会在原则上支持离婚。虽然离婚手续是进行时，但对于来自英国的迈克尔来说却是完成时。他把林月秋接到了自己家中，开始让他与2个孩子相处。而林月秋也的确没让他失望，跟傅薇薇吵了这么多年的架后，迈克尔终于找回了男人的地位以及家庭的和谐。可这份甜蜜蜜的感觉还没享受多久，悲剧就发生了。2017年3月18号星期六，按照约定，迈克尔把2个孩子送到了傅薇薇住所，以便让他们和母亲一起过周末。他随后便把林月秋接到了自己的家中，想趁此机会过下2人世界。他毕竟有些事情是不能被小孩子看到的。而到了星期一上午，由于迈克尔需要上班，所以由傅薇薇负责把孩子送回迈克尔住所。那结果这一送就把迈克尔送到了千里之外的耶稣那里。因为傅薇薇在客厅的沙发上发现了一个女士挎包，一般的人员看到后也许会猜测，那这是不是丈夫送给自己的礼物？可对于正在分居的迈克尔夫妇来说，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。看着眼前这个女士挎包，傅薇薇大脑里只有4个字：出轨和情人。当傅薇薇拉开挎包一看后，心里的满腔怒火直接就被包里的一些不可描述的东西点燃。傅薇薇一边假装若无其事的离开，一边马上联系了2个好友，今晚一起抓小三。在苦等几个小时后，
时间终于来到了晚上8点，傅瑞瑞把车停在迈克尔房子附近，和2个朋友一起待在车上。他确认林月秋和迈克尔回到住所后，3个女人就直接冲进了屋内。出来，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，老娘总算逮住你了。他面对突然到来的3个女人，林月秋脑子一片空白 ，What happened？ 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他的头发就被傅瑞瑞揪在手中。傅瑞瑞从包里掏出和迈克尔的结婚照和身份证，对林月秋吼道：“老娘才是正宫，你这哪来的小三，敢勾引别人的老公，你要不要脸呢？”而在训斥的同时，傅瑞瑞2个好友还拿起手机准备拍下，然后在网上曝光。听到吵闹声后，迈克尔冲了出来，大声训斥了傅瑞瑞3人。在争执过程中，傅瑞瑞突然从包里掏出了一把小刀，挥向了林月秋的肩膀和手臂，鲜血瞬间就从林月秋手上冒了出来。看到女友受伤，迈克尔立即抱住林月秋，以阻止傅瑞瑞。而看到丈夫如此维护这个小三，傅瑞瑞变得更加的恼火，他直接把刀刺向了迈克尔，刀起刀落，连续4下。而2个好友怎么也想不到，傅薇薇居然会拿刀刺丈夫，他们连忙将其拉开，可为时已晚。医护人员到来后，马上把迈克尔和林月秋送到了医院。他经过诊断，林月秋的动脉被割破，大量失血，而肩部的刀伤严重伤害了他的右手神经，他可能再也无法正常使用右手，但所幸捡回了一条命。可迈克尔这边呢，就完全不同了，他颈部和肺部的2刀直接把他送到了耶稣那里。而发生这一切时，2个孩子正在楼上睡觉。试想，如果这一幕不幸被他们看到，那会给他们带来多大的阴影？面对不幸遇害的儿子，迈克尔的父亲伊万是既懊悔又悲痛，因为早在儿子闪婚不久后，他就想过这场婚姻会不会因为文化隔阂等问题渐行渐远。但2个孩子的相继出生，让他收回了成见，并且尊重了儿子的选择。他不料如今发生这样的悲剧。案发8个月后的2017年11月，上海法院对此案召开了庭审。傅薇薇家人极力祈求伊万的谅解，但还是被伊万的丧子之痛挡在了外面。而最终，傅薇薇被判处无期徒刑，在2035年以前不得假释和减刑。但也恰恰是因为伊万的坚持，导致后面他和傅薇薇家人在2个孙子的抚养权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。迈克尔的父亲伊万认为，2个孩子应该由他们带回英国抚养，让2个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，生活在稳定的环境中。可傅薇薇的家人坚决不同意，甚至一直拒绝孩子与祖父祖母的接触，包括拦截他们寄给孩子的礼物还有信件。接受英国《每日邮报》记者采访时，祖父伊万就表示，面对傅薇薇家人，他觉得既气愤又无奈，因为孩子的舅舅，也就是傅薇薇的哥哥，居然告诉2个孩子，你们的爷爷奶奶根本就不爱你们，不想见你们，所以才不来见你们。他被带回老家之后，杰克和爱丽丝只能在村里的小学读书。那短短2年时间里，他们的英语就忘得差不多了。而再次和祖父祖母交流时，他们必须借助翻译。因为实在放不下2个孙子，祖父伊万最终选择了让步。他委托中国的律师告诉孩子的舅舅，如果他们交出抚养权，那他们愿意放弃一切赔偿，甚至出具可以让傅薇薇减刑10年的谅解书。在发出这个请求的同时，伊万还在网上众筹了9000英镑，相当于当时的7万多元人民币。而对于收入微薄的傅某家人来说，的确是笔不小的钱财。他钱交到孩子的舅舅手中后，虽然比他预期的55万人民币少了很多，但傅某家人最终还是同意了伊万带走孙女爱丽丝，但是不能带走孙子杰克，每年最多只能来探望1次，平时呢可以用视频电话联系。他为了避免傅某家人反悔，伊万就火急火燎赶到了湖北，把孩子带到了上海，并且为他办理紧急护照，然后直接飞回英国。对于爱丽丝来说，虽然当时她只有几岁，但她还是知道这一走后，以后就很难见到哥哥。回到英国后，爱丽丝开始重新学习英语，并且每天和哥哥杰克进行视频通话。外公伊万表示，爱丽丝平时问得最多的2个问题就是哥哥什么时候才能来英国，
妈妈又什么时候才能来看我？伊万认为父母家人之所以对自己如此抗拒，其中很大一方面就是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。如果自己能在金钱上满足他们，那或许可以把杰克带回英国。那在通过外交途径失败后，伊万改变了策略。他告诉父母家人，自己会向傅瑞瑞账户存入4万英镑，以此作为傅瑞瑞入狱期间对父母的赡养费。但根据公开的资料，目前杰克还是身处中国，也就是说，伊万的这个建议被拒绝了。那除了补偿父母家人，伊万也为儿子的女友林月秋发起了众筹。众筹的钱呢，主要用于医疗费用和律师费用。那纵观整个案件，我们会发现，那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就充满了讽刺。一方面，我们对灰姑娘遇上白马王子的爱情故事充满期待，可另外一方面，我们又不得不去面对门当户对的铁链。那对于傅薇薇和迈克尔来说，婚姻的绊脚石又岂止是门当户对？2个家庭的悲剧，3个大人的闹剧，错的明明是大人，却要让2个年幼的孩子为此买单，实在是不幸。我是小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袁。今天我们来讲一期发生在2个男人之间的案件，部分情节可能会有一点抽象，但小袁保证，这起案件一定会刷新你的认知。为了进一步还原案件，小袁尝试了使用插画作为辅助，制作不易，希望大家看完后长按点赞键支持一下。故事发生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劳顿市。2005年夏季的某个夜晚，劳累一天后，劳顿市的许多人相继进入了梦乡。可到了后半夜时，当地911报警中心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，一个叫做格瑞·莫雷克的男子表示，他弟弟刚才用枪射爆了自己的头，希望警方派人来帮帮他。这是案发当时的电话录音。My little brother just shot himself in the head. Who am I speaking with? Gregory Morick. How long ago did he do this? God, I don't know, a minute ago. Okay, is he breathing? I don't know. Okay, who's at the house with you? I'm here by myself. Hurry. Okay, I'll get him out there to you, okay? Oh my Don't touch God. anything. 从声音来看，格瑞非常沮丧和慌张。来到现场后，探员看到格瑞正坐在家门口，全身只穿了一条4角内裤。他一只手拿着香烟，一只手拿着酒瓶，整个人非常惆怅和沮丧。戴上手套和脚套，探员小心翼翼走进了屋内。在一个卧室内，一个男子倒在地上一动不动，整个头部炸裂，血液溅射到了卧室门边和墙壁上，场面十分血腥。与此同时，在卧室的电脑桌上还有一把保险被合上的沙漠之鹰手枪。这里小袁我要声明一下，我所说的合上保险，意思是说在使用手枪后，将枪支调到不可激发的状态，也就是安全状态。按照正常的程序，探员把格瑞带回了警局。在他心情稍微平复后，警方对他进行了审问。格瑞表示，死去的人是他的亲弟弟彼得，弟弟平时没有和他自己住在一起，而是住在30公里外德州的威希托福尔斯。最近经常过来帮自己修房子，有时候忙过头了会寄宿在自己家中。刚才因为一些事情和弟弟吵了一架，然后弟弟回到了他的皮卡车。他到了半夜，弟弟又突然出现在自己卧室门前，整个人喝得酩酊大醉，一直胡言乱语，自己骂了他几句。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这个样子很像个混蛋？他说着说着，彼得突然掏出手枪，趁自己不注意时对准后脑勺开了一枪，这便有了接下来的事情。警员马上反问格瑞，你们兄弟之间是不是有什么矛盾呢？格瑞表示，他们2人之所以会吵架，是因为最近他想把弟弟送到戒毒所，让弟弟摆脱毒瘾，做个正常人，可弟弟根本就听不进去。可无论格瑞怎么说，探员坚持怀疑凶手就是他，因为探员发现死者中枪的部位是后脑勺，属于一枪毙命。他不可能在自杀后自己关上手枪保险，还放在1米多外的电脑桌上。再加上案发时屋里只有他们2人，所以凶手只可能是格瑞。可从头到尾，格瑞的说法只有一个：我没杀人，是我弟弟用枪指着他自己的后脑勺扣动了扳机，然后因为后坐力，
手枪弹了出来，掉到了自己的电脑桌上。案发后，警方以1级蓄意谋杀罪向法庭起诉了格瑞。格瑞的亲妹妹认为哥哥不可能杀害彼得，彼得大概率是自杀，因为在案发前的9个月，彼得刚刚经历了人生中沉重的打击，父母因为癌症双双去世，分居的女友也突然去世。彼得一度认为女友的死他负有很大的责任。种种打击之下，彼得日渐颓废，开始用大麻和酒精麻痹自己。妹妹表示，退一万步讲，就算凶手真的是哥哥，那哥哥作案的动机是什么呢？杀了彼得对他完全没有任何好处，而且屋内只有他们2人，警方肯定会认为凶手就是他，这完全就是自己把监狱里送的愚蠢做法。同时，妹妹还提到了另外一件事，她另外一个哥哥麦克此前同样也开枪自杀，也是对着后脑勺扣动扳机。2个哥哥自杀的方式极为相似。事情传开后，街坊邻居纷纷热议，你说这家人是不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孽了，这辈子会遭遇这样的事情？家里2个老人双双患癌去世，2个儿子呢又开枪自杀，真是惨上加惨。案发之后，法医对彼得进行了尸检，他们发现除了伤口位置，彼得手中没有明显的伤痕，也没有明显的火药残留物，这说明这是接触性枪伤。而另外，与一般人的习惯不同，彼得瞄准的位置不是太阳穴，而是后脑勺。顺着弹道轨迹，警员尝试复原彼得开枪时的情形，却发现这操作起来很别扭。但试想一下，你自己右手拿着一把手枪，然后举到后面，斜对着后脑勺开枪，这根本就是反人类的操作。况且当时彼得整个人喝得酩酊大醉，那在缺乏专注力下的他，真的有能力完成这个高难度动作吗？还是用一把长度不短、重量不轻的沙漠之鹰手枪？根据警方的资料，案发时格瑞身穿一件白色短袖上衣，而在这件上衣中，左肩部分的血滴大小和范围明显大于右肩。根据常识，血液的喷溅距离是有限的，例如误障血滴顶多只能从伤口喷出 0.6 米，而格瑞坐的凳子距离死者 1.8 米。格瑞上衣右侧有这种误状血滴，说明案发时他与死者的距离在 0.6 米之内，也就是站在死者身后，所以彼得的死大概率是他杀。从伤口位置、火药残留物到血溅形态，警方找了3方面的证据，为的就是把格瑞送进监狱。但还有一个关键问题，那就是手枪保险为何会被合上。格瑞说自己听到枪响后，坐在凳子上的他循声望去，而几乎在同一时间，手枪从半空中掉到了他的电脑桌上。因为事发突然，他没有看到枪支落下的具体过程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当时他自己没有把保险合上，而是马上脱掉了带血的衣服和裤子，然后报警求助。根据探员拍摄的照片，当时格瑞还在桌子上放了其他几样物品，所以有没有这样一种巧合，手枪落在桌子上时，他的保险刚好碰到了桌上某样物品，然后被撞了回去。那为了验证这种可能性，警方就进行了多次模拟实验，可是都没能实现，所以他们就认为保险被合上的原因只有一种，那就是格瑞在开枪之后出于习惯合上了保险。综合全部线索，警方对案发过程做出了以下假设：当晚死者喝醉酒后和哥哥发生争吵，来到格瑞卧室，他把手枪放在格瑞的电脑桌上，这把格瑞吓了一跳。看着眼前的手枪，格瑞心里非常害怕，他心想，如果手枪再被弟弟拿起，那指不定会发生什么意外。不怕酒后吐真言，就怕酒后乱开枪。快速思考几秒钟后，在弟弟转身准备走出卧室的那一瞬间，格瑞拿起手枪，并从凳子上起身，对着弟弟的后脑勺扣动了扳机，直接送弟弟见了耶稣。他因为事发突然和本能习惯，开枪后格瑞合上了保险，并且致电911，伪造成自杀的假象。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我们听听格瑞的辩护律师是怎么说的。他辩护律师上来的第一句话就是，警方从头到尾都没有朝着彼得是自杀的方向展开调查，意思就是说，警方先入为主，
没有秉承疑罪从无的原则，直接认为凶手是格瑞，这是犯罪侦查的大忌。这句开场白结束后，辩方律师一一说出了自己的观点和证据。他根据心理学家的分析，当晚格瑞报警时非常慌张，言语上的用词造句不像是提前练习过。而其二，死者的妹妹表示，彼得曾跟他说过自己想轻生的话语，因为他爱的人接连去世，还说他死了之后记得把他埋在马里兰市。其三，彼得在去世前负债累累，还患有严重的抑郁症，自杀风险系数远高于一般人。其四，在案发前的几个小时，喝醉酒后的彼得曾数次致电一个朋友，说自己想一枪崩了自己。除了以上证据，辩方律师也专门找了位血溅形态专家。这位专家看了警方的照片后发现，当时卧室内一共有3张椅子，一张是电脑桌前的椅子，也就是格瑞用电脑时坐的那张，另外2张椅子则靠墙放着。专家认为警方在理论上是没错的，雾滴状血液喷射的距离的确有限，在以往的案件中最远的距离也只有 1.2 米，但理论是会随着现实更新的。在本案中，警方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，卧室内2把靠墙的椅子都出现了血迹，这2把椅子与死者的距离比死者与电脑桌前的椅子的距离还远，那连靠墙的椅子上都有血液的痕迹，那格瑞衣服上出现的血迹就更加不足为奇了，因为格瑞距离死者更近。那同时，格瑞坐的那把椅子正反面上都没有血迹，这就充分说明枪响时格瑞的确坐在凳子上，但不然这没法解释，除非在宏观上牛顿力学定律被推翻。这2张椅子的证据非常关键，堪称是辩方律师的王牌。但是警方也有王牌证据，那就是手枪被合上的保险。警方一直认为枪支保险不可能会因为撞击而合上，可辩方认为这完全就有可能。对于沙漠之鹰手枪的保险，只需要稍微施压它就会弹回去。为了说明这种可能，律师来到陪审团面前，举着案发当时卧室电脑桌上的物品照片，然后说道，这张图片上的每一个东西都有可能会因为撞击让枪支保险合上，例如鼠标垫、鼠标线、鼠标、键盘或者是圆珠笔，甚至电脑桌也有可能。他放下这些证据照片，律师又举起了一把沙漠之鹰手枪，接着说道，手枪保险开关的位置非常靠近枪支重心，也就是说手枪掉下来时枪管会慢一步落下，这就给保险和桌面物体的碰撞提供了一个机会。那看着慷慨陈词的辩方，检方一脸鄙视，我要再不插上几句，那等下牛都被你吹上天了。检方反驳说，其实他们也考虑过这种可能，甚至也模拟过了很多次实验，可就是没能实现。那为了让陪审团信服，辩方律师现场做了演示，只需要一支圆珠笔，只要角度合理，手枪的保险就能会因为撞击被合上。那要知道，保险开关在枪身上是凸起的，而且当晚死者烂醉如泥，手枪完全有可能因为后坐力从他手中弹出，这就给手枪与桌面物体的相碰带来了可能。说完这个可能性后，辩方律师又补充了几点。一个人拿着手枪对准自己后脑勺自杀，大家肯定会觉得很奇怪，因为拿枪时会很别扭。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，我为什么一定要把手枪放在后面呢？难道我就不能转下头吗？把头转向左侧，效果就相当于朝后脑勺斜着开枪。那早前死者的另外一个哥哥麦克就是这样自杀的。2008年1月，在经过1周的辩论后，这项引起全美热议的案件即将迎来审判。在听完控辩双方的观点后，陪审团被聚在会议室里进行讨论。对于彼得的死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，陪审团的每个成员依次说出了自己的观点。而在会议室外的法庭，气氛非常的紧张，所有的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着。格瑞的辩护律师更是来回踱步，有罪还是无罪 ，Yes or No。3个小时后，终于有了答案。出乎检方意料的是，陪审团最终认为格瑞无罪，也就是说，彼得的死属于自杀。但至于为何陪审团会做出这样的判决，小袁我说在个人的看法。那实际上，整个案件的核心就是手枪的保险。警方认为，手枪从死者手中弹出后，
由于碰撞的原因自己核上保险，这种情况的概率是非常非常小的，几乎不可能。但辩方律师通过2张邓子的血液证据表明，这件事情的确发生了。警方他杀的假设都是建立在理论和概率上，可辩方利用一个事实去证明了这种概率的实现，去证明了自杀的存在性，所以陪审团才会认为格瑞无罪。不知道大家认为格瑞到底是无罪还是有罪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分享。我是小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